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网曝哈尔滨1944定档，杨幂、秦昊主演，编剧导演是双王炸。4月8日，电视剧《哈尔滨1944》终于传出档期讯息，暂定4月20日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双台播出，爱奇艺视频平台独播。这部电视剧由知名演员秦昊担任男主角，知名流量明星杨幂担任女主角，王小枪领衔编剧，张黎执导。该剧的编剧和导演阵容可谓是真正的王炸。截至目前，该剧尚未官宣这个档期。这一次哈尔滨1944的王小枪和张黎组合，则是典型的王炸了。王小枪的对手张黎的《走向共和》等作品，都是实打实的优秀作品。这样的编剧配合上这样的导演，俩人联手呈现出来的哈尔滨1944，想要质量低，才是很难的事情呢。在看到这个王炸编剧导演阵容之后，才是演员和其他。该剧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1939年，东北辽河泛滥，南满遭灾，饿殍遍地。逃荒途中，生命垂危的姐弟俩关雪、杨幂氏和关凯被仗义出手的宋卓武、秦昊氏一力救下。2天后，土匪杀人抢粮，将3人冲散，3人从此生死天各一方，杳无音讯。6年后，1945年，哈尔滨已是伪满的天下。关雪现已摇身一变成为警察厅特务科科长。这一天，他突然接到当年参与杀害卓武的鲍民的消息。赶到之时，鲍民正与另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巡警殊死一搏。关雪这才猛然发现，眼前的这名小巡警竟是死而复生的卓武。当关雪喊着卓武的名字，小巡警宋卓文、秦昊氏才意识到，眼前的特务头子竟阴差阳错地将自己认成了那个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哥哥。惊喜交加的关雪赶紧把卓文接了回去，诚邀他加入特务科。一切来的惊喜又突然。原来卓文是哈尔滨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党组织一直在寻找打入伪满特务机构的机会，眼前似乎正是一个好机会。但兄弟俩虽然相貌一致，却性格迥异，一文一武。卓文心思缜密，冷静睿智；卓武性格豪放，身手了得。更何况他也丝毫不了解卓武与关雪的过往。在党组织的准许下，卓文决定兵行险着，将错就错，以卓武的身份潜伏进入特务科。可关雪已不是曾经稚嫩的少女，多年的特工训练使她开始步步试探这个性情大变的宋大哥。而特务科其他人面对眼前这个科长的关系户，也纷纷见雀张落。当宋卓文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取得关雪和日本高官的信任之时，警察厅特务科中突然有人看见另一个长相一样的人正大摇大摆地走在哈尔滨街头。在该剧当中，秦昊将分别饰演2个角色，这对于秦昊而言也是具备演技挑战性的。演2个角色，尤其是长相相同的2个角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演出2个角色细微的不同来。比如说《雀刀门传奇》这部电视剧当中，赵本山老师分别饰演西门长海和西门长在。赵老师往那一坐，不说话，大家就能看出来他演的到底是长海还是长在，这就是水平。秦昊若是能实现这个水平，那这部电视剧肯定演技炸裂了。比之于关心秦昊，估计更多的剧迷会关注杨幂。我是大幂幂的粉丝，但我承认大幂幂除了长得好看之外，演技是真的不行，跟赵丽颖属于一个档次的。这批80后的流量女明星都已经一把岁数了，在拍摄那批流量剧，注定会被人瞧不起。所以这批没啥演技的40岁前后的女明星们都面对如何转型的问题。这一次
大秘密的主演哈尔滨1944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原因之一，当然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的双王炸阵容。另外的原因，则是谍战剧作品确实比都市剧作品具备更多的流量明星优势。何出此言呢？如果流量女明星主演一部都市剧的话，尤其是呈现都市女白领的话，那观众们马上就要对应现实生活当中的女白领样子了。目前这批女明星们都是样子长得好，但还是明星的样子，和真正的职场女性不一样。饰演现实题材的角色，更是面对不像的问题。没啥演技的流量女明星们，有很多题材角色都驾驭不了。但是谍战剧则不然，在谍战剧作品当中，角色本身就是虚构的，是假的，没法对应现实的。观众们没有办法说哪个谍战角色是真的，可以对应谁。这种情况之下，女明星们只要不太过分，太没演技，就可以怎么演都是正确的。而且在这种虚构的角色当中，女明星的样貌就成了加分项。让董丽范演女主角，就真的没有让杨幂演好看。另外，杨幂的长相当中确实也有一些冷峻感，这种冷峻在很多影视剧角色当中容易呈现出一种没啥演技的状态，而在谍战剧当中，冷峻就是加分项了。此外，谍战剧还是上档次的，不像某些玄幻剧，明显就是给低龄儿童们看的。希望这部《哈尔滨1944》质量很高。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